花儿，妈妈，这是陈奶奶。啊，陈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谢谢陈奶奶。花儿，奶奶，小虎怎么还没来啊？我给他留了糖了。花儿，乖，小虎去幼儿园了。陈奶奶，等小虎上完了，你能不能把小虎接来啊？花儿，花儿。你是小花小虎的奶奶，对吗？两个孩子知道吗？为什么不跟两个孩子说呢？天天见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却不敢认，这不荒唐吗？涂怀伟说，只要不说我是他妈，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吃住，还给工资，孩子买吃的。一起住了几年？1年多。杨小英就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就是他们家的保姆，没什么特别的。哎呦，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打过孩子？两个孩子其实挺苦命的。杨小英，她可宠她那个闺女了。只要慧慧去告状说两个孩子招她了、欺负她了，她就跟涂怀伟没完没了，打呀、闹啊、吵啊。打孩子的是涂怀伟还是杨小英？涂怀伟。那上回小虎在托儿所里被发现受伤，是涂怀伟打的是吧？谁带孩子去医院打的石膏？我。病历还在吗？放在沙发那后背上。阿姨，你能出庭作证指认这件事吗？不是，那个涂怀伟其实他也挺为难的，他阿姨呀，小虎没有了，小花现在一个人躺在医院里，你这个事情如果当看不见的话，他这一生还有很长，你让他怎么面对接下来？都是因为你的迂腐和溺爱，害了这些孩子。你干嘛去门里？还能干嘛？开枪拿证据。阿姨，我们都先别激动啊，你想一想，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当成没发生过。
小花才6岁，你让她怎么过完这一生？这是她一辈子的阴影。你们干嘛呀？站一边去！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搜查证。那。好，小白说了，他找到打伤小花、小虎的证据了啊！打伤是吧？打伤。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办。还要干嘛呀？由于你2人涉嫌虐待涂小花、涂小虎，现经云海市禅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我局对你2人制定逮捕。铐指。是不是搞错了？我在里边能说的我都说了呀。带走。不是。好嘞，豆豆辛苦了啊！行，补了。总算把这2个畜生给补了，活该，早就该补，这都不晚了。这都诉涂海伟和杨小英虐待儿童只是第一步，好吧？想诉他们故意杀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小白，哎，小李，哎，卢主任，我这儿有个东西，你们看看，也许能用得上啊。啊，我不用，补了涂海伟了，我这个狂躁症已经好了。对，你是不狂躁了，你的理解能力是有问题了。我怎么了？人家卢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请教人家，帮帮小花，对吧？对，我听说小花醒了是吧？对，小花是我们这个案子最重要的证人，跟她交流一定要讲究科学啊。是，就像我们做鉴定一样，要有条不紊，不能着急。所以我拿这个过来啊，看看你们是不是借鉴一下，咨询他们一下。行，我们去咨询咨询，跟人学习学习。另外，小花这边呢，我想的还是先不着急，等她康复康复。康复完了再说。哎，卢主任，这灵吗？你好，你好，你好。2位是卢主任推荐来的。对对，我们是检察院的。坐。那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好。我叫苏建月。啊。比较擅长处理儿童抑郁还有创伤应激治疗。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对，是我孩子。也是我的。把嘴合上，你别说话。这蓝天白云沙滩的，楚门的世界呀。楚门世界是这个意思吗？啊，不是吗？这叫沙盘疗法。那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啊？你看你身后的那些沙具，到时候可以让孩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便摆。借此呢，你们可以去分析、去发现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问题。那摆一摆，就玩玩沙子，就能看出他们的想法了。我说的可能比较简单，但是沙盘游戏呢，就跟画画和写日记一样，是为了让孩子放下心理戒备，引导他们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进行讲述的。明白。这样你们可以试试，先摆摆看。行，我就先拿这些。
你第一个拿的是船，对，那它就是代表你自己。岸边的贝壳和瓶子，你把它们摆得很远，唯独这一个放在这个角落。我就是想放在这儿。可以。船孤立无援，在汪洋大海的正中间。岸边的瓶子和贝壳，距离船有点远啊。对，当然，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他们的，只是在你看来，船和瓶子、贝壳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啊。换句话说，这是一艘孤舟。不是什么孤舟啊，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觉得你不是苏老师，我觉得你这稍微不太准确，你来解读解读我，都在一块儿。想要了解一个孩子，最好不要有预判的心理，因为那样的话，只会错过孩子内心深处潜意识或下意识的东西，但偏偏在那些里面，就藏有他们最真实的想法。明白，别预判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对，想要了解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我建议啊，你们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蹲下来说话，平视他们，这是沟通的第一步。明白。我冒昧的提醒一下，以你现在的状况，不太适合和孩子继续沟通。那就我来扮演这个知心大哥哥呗。小白羊，叔叔给你讲一个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呀。有一天，森林里面开大会，所有的小动物都来了，有小白兔、小乌龟、小老虎、大灰狼，还有小狗熊。这时候发令枪，啪的一声，小白兔唰的一下就窜进去了，甩了小乌龟好远好远。这时候大灰狼就出现了。干嘛呢？我没干嘛呀。什么小白兔啊？哪有什么小白兔？什么小白兔？我说小白点儿。你看，这镜子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你看这还有一个，哎，这么多，太脏了，影响顾客体验呢。我在这擦呢。一会儿我擦，一会儿我擦，你帮我把这个你放到那个台子上，我够不着。你这么重的东西，你以后就不要再动了。你说这是闪着了怎么整呀？是吧？你说这下面这些东西轻的呀什么的，好拿的，也你老主上啊。下次都你生孩子你也来。这次您来，上二台的时候我帮忙，我来帮忙。现在我们来和新的朋友一起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好不好呀？好。哦，真棒！那我们开始吧。开始吧。在童话王国里，有一片漂亮的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小动物们喜欢结伴而行。小花，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动物啊？我是这只小白兔。小花是小白兔是吗？那小白兔有伙伴吗？有。小老虎和小白兔是好朋友对吗？对。那天一起出去玩的，除了老虎和小白兔之外，还有谁呀？
小花，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把你推下水的大灰狼啊？你看，我们两个都在这儿，回头看看他，是不是？我们都在这儿，所以小花不怕。小花，你告诉我，这里边有没有大灰狼？小花别怕，隔着这层玻璃，大灰狼看不见你，只有你看得见他。爸爸是大灰狼。阿姨，我知道是你。小花，不怕啊，阿姨会一直保护你。我不怕，阿姨。小虎说我们俩都很勇敢的。对，你跟小虎是最勇敢的大英雄，对吗？不对，小虎不是英雄，小虎是海盗。小虎为什么是海盗？因为他的眼睛被爸爸打坏了。他说他变成海盗以后，他会保护我的。疼不疼啊？啊？不疼。小花，你看我像不像海盗？像，你变成海盗保护我们吧。好，小花，以后我们保护你。阿姨答应你，好吗？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涉嫌故意杀人罪、虐待罪一案，现在开庭。带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到庭。小白兔，知不知道大灰狼为什么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呢？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请回庭允许我对被害人涂小花所说的话做一些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说是爸爸把我扔下水里的？是因为涂小花刚满6周岁，我们只能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她还原当时现场的情况。当涂小花说爸爸就是大灰狼的时候，此时的大灰狼指代的就是涂小花的亲生父亲，被告人涂怀伟。法官，小花才6岁，这故事是他编的，要不就有人教他。对，我前妻恨我，肯定是我前妻要教他的，一定是我前妻教他的。公诉人有客观证据吗？公诉人提请出示下一轮证据。我们模拟了案发当时涉案船只的情况，视频模拟还原了现场，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向大家做解释说明。涉案船只的船长是4.2米，宽1.2米，高1.5米。当时在船上的4个人，体重总和是142.5公斤。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船的吃水深度是在32米。根据当时的风速、水速、船的自身重量和他们4个人的重量总和，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如果想把孩子甩下船去，
至少要对这个船施以5200牛顿力。我补充一下这个概念啊，一个成年男子足球运动员飞起一脚的踢力大约是在4900牛顿。被告人在接受询问时说是坐在前排的10岁女孩杨慧慧坐着在晃船，致使2个孩子落入水中。你们觉得这可能吗？请合议庭观看船摇晃到极限的模拟视频。审判长，船的内侧宽度是90公分，而被告人的胯宽是45公分。坐在后排座椅的2个孩子的胯宽分别是20公分和23公分。即便前面的小女孩是一个大力士，她把船摇晃到极致，那么后排的2个孩子也会因为自然的挤压而卡在船上。所以涂小虎脱离船体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较大的外力造成的。卢主任，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孩子是被扔到水里的。不可能，孩子真的是自己掉下船去的。你们弄我这过度化陷害我，真的是自己掉下去的。审判长，我申请出示下一组证据。我们在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指甲缝里还检测到了人体皮肤组织的纤维，经过鉴定是属于被告人涂怀伟。也就是说，涂小虎在被扔下水的过程当中抓伤了涂怀伟。他当然是抓我了，因为我要救他嘛。那船老大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可以作证啊。你是怎么救他的？我就抓他来着。展示给我看。我就这样嘛。好，你别动。你是这样抓住涂小虎的手的是吗？哦，如果你这样抓住他的手，你自己手受伤的位置不可能是照片里这样。照片里显示涂怀伟受伤的位置是右手手指上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受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涂小虎的手死死地抓住了船的栏杆，而你用你自己的右手一根一根地把他的手指掰开而留下的受伤痕迹，是这样吗？涂怀伟，我当时太着急了，我确实是记不清了，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真的不记得了。这是被害人涂小虎的尸检报告，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3根手指均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经过鉴定，它们属于外在的暴力扭曲所致。所以，涂小虎在当时极端害怕的情况下，手抓住了栏杆，被涂怀伟一根一根地掰开手指，扔进了水里。下一组证据是关于2被告人共同犯罪的证据。我不知道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再拿那个解决2个字来说事情了，好不好？我不认罪的。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经审判长同意，被告人不得擅自发言，请公诉人举证。这是被告人涂怀伟与被害人的母亲，也就是涂怀伟的前妻谢洋洋之间的转账记录。记录显示，谢洋洋除了定期给涂怀伟转账标记生活费的2000元之外，还会不定期的向涂怀伟转账支付涂怀伟所称的孩子的高昂的生活支出、玩耍和学习的费用。杨小英，你是否知道这一事实？不可能，那个女的根本就不管这2个字。这是涂怀伟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跟那个女的有联系的。被告人杨小英，你看一下这聊天记录啊。今天带咱宝贝吃炸鸡薯条呢，毕竟是咱俩的孩子，你放心吧。这还有一句，那你要是给我发个520，我也不介意。520是什么意思？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2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太亲密了？你不要听他挑拨啊，这是他们故意拼接成这样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这绝对是他们拼接的陷害我。涂怀伟收取谢洋洋的钱财与我的当事人是否教唆杀人无关。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但是杨慧伟一直在开船啊，
他就老晃那个船。我说你不要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在晃。我就伸手想要去拉他，结果一拉他，这个船晃的就更厉害了。我再一回头，2个孩子已经掉下去了。你的意思是杨慧慧故意晃船，才让2个孩子掉下去的？这是涂怀伟的第一次供述。当时他故意暗示，是由于杨慧慧坐在前面晃船，才致使2个孩子落水，从而想把公安机关的调查方向转移到杨慧慧身上。被告人杨小英，杨慧慧的年纪才这么小，就要背负这么坏的名声，那她这辈子可就毁了。是恶意剪辑，这是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真的是恶意剪辑啊！审判长，我申请证人陈碧贤出庭作证。证人陈碧贤，你跟被告人涂怀伟是什么关系？我是涂怀伟的妈。啊？你不是跟我讲你父母双亡吗？啊？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陈碧贤，请你说明你所知道的和本案相关的情况。杨小英和她闺女脾气特别大，小花小虎在家里的常常就挨打，那打就是往死里打。给我了，给我，撒手，给我，不给我，不给，不给，慧慧，你起来。怎么说的啊？你犯什么什么下啊？你给我解开我手链吗？啊！你撑着我，你再跑！干啥？还敢说了啊？小虎还被打骨折过。骨折那次是谁打的？说实话吗？对。涂怀伟啊，你别帮着他们呀！证人程碧贤，你看到孩子被虐待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我当时想，我儿子他心眼不坏呀、我背地里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别对孩子这样，他跟我说他是一时气的，以后会让小花和小虎子过上好日子。他指的好日子是什么？房子拆迁。我的这个房子，那是我的房子，你们还敢进到我的房子来，不要脸呢！啊！他们一家人简直是一窝贼呀！段子决成活该了。反对，证人现在说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系。你闭嘴了，你钱是我付的。楚怀伟，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栽赃我们家慧慧啊？你就是想让我们俩都出事情啊！你们一家都好霸占我的房子啊！楚怀伟，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我讲的？你怎么跟我讲的？审判长，啊，我的当事人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情绪很稳定。楚怀伟，你说我才是你的家人，我是你唯一的家人，我是你最亲最亲的家人，就是这么样让你最亲的家人吗？啊？不对。他说他们那里没有监控，孩子死了，身份证归不全。大不了你去死。
被告人涂怀伟，你是否承认跟被告人杨小英一起合谋的细节？我不认，我是被冤枉。儿子，咱不能再活得跟寄生虫似的，咱得活得像个人呐！啊，都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法官，能不能我顶他的罪？我替他担着，行吗？法官，啊！你别假惺惺的行吗？你演什么呢？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糊涂还不是死的？在你嘴里能说出糊涂不是死啊？涂怀伟，你带着小花、小虎子去划船那天，孩子们有多高兴，你知道吗？啊！你跟我说糊涂不祭祀，你对小虎怎么下得去手？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恨你，你怎么那么缺德啊！找我们什么事儿？我是追杨小英，你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你的行为跟涂怀伟一样恶劣，你清楚吗？你现在认罪了，也不会影响定罪量刑。是不是有谅解书我就可以不死？什么谅解书？就赔钱。我愿意赔钱，80万，我有房子，我可以赔钱，好不好？小宝贝看病要花好多钱的，他们有一个钱，我愿意负责到底。我有房子，我可以100万也可以的，只要让我不死。你现在后悔了，当初在干什么？我有个女儿。你现在知道有女儿啊？作为一名公诉人，我知道应该平和、理性，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愤怒。5、6岁的孩子，这应该是每天出去打闹、出去大笑，应该被人心疼的年纪。可是，在这个年纪，弟弟小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姐姐将带着满身的伤痛，带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想要杀死自己的阴影，度过漫长的一生。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面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苦毒尚不识子，竟然有人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涂怀伟、杨小英是涂怀伟的一对亲生子女，为婚姻障碍，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溺水的杀人方式，造成龙凤胎子女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严重挑战法律底线，罔顾人伦道德，践踏社会良知，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构成故意杀人罪、虐待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条，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死刑。本庭宣判。全体起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第2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涂怀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涂怀伟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涂怀伟死刑。二、被告人杨小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杨小英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杨小英死刑。有必要往这跑一趟吗？都挺忙的，咱大伙。你也不是个矫情的人，这么多年了，这坎还迈不过去。走，怎么迈不过？他们把这儿都翻新了。哟，这还挂着。你看，这还有普法教室呢。啊。现在都有桌椅了。我们2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你也就比这讲台高不了多少吧？对，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横冲直撞的检察官，什么事儿都想做，什么人都想说服，但是真的要实践起来，没那么简单。我是不是又哪儿做错了？如果做错了，可以批评啊，可以批评。看你紧张的，没有，不是，我是想说谢谢你，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出现，才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你看现在这宣传手册。全是字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那些，好像都是连环画，字儿特少。看来这个文盲率确实降低了。什么事儿都在往好了变嘛，你的家乡也是。看以前那些糟粕的东西，大家都习以为常。你跟他说这样不对，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把林正峰送进去，才能让大家明白家暴违法。我小时候能碰见您，还是挺幸运的。你不怪我推荐你去卫检吧？我在哪儿都能干得挺好的。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明白。你小的时候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现在你和我要一起看着那棵树长大。你这都给我弄得树大招风了，我现在关键我怕树倒猢狲散呀。你这跟谁学的这一套一套的？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以前我们推进一件事情很难，你现在有这么多部门支持你，你要抓住机会。小花和小虎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过去，我知道该做什么，放心吧。娟姐，你回来了！哎，我和夏季来看你了。这什么时候没时间？夏季，就在我家的。你收下吧，干嘛帮我来了？太感谢你了，你收下吧，你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要不，我跟你们说说最近我经历了一个案子吧。有2个孩子，龙凤胎，6岁了，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虎。这俩孩子的爸爸呢，带着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就在这重新组建家庭的这1年里，这2个孩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寄人篱下，挨打，一身的伤。他们俩在这1年里最高兴的一天，就是有一天他爸说要带他们去划船，给这2个孩子高兴坏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你们可能会问，那发生这样的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多罪，不会有人看见吗？不会有人阻止吗？有人看见，邻居看见过，老师也知道，医生知道，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一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是怕遭到这个孩子家长的报复，或者是他们觉得好人不得好报。你说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好人？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鼓励过他们，让他们站出来。我们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可以站出来，你得站出来，你得管，就算错了也没关系。这2个孩子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我非常知道打在身上的那种淤青是哪种青，打在身上的那种疼是哪种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句话，帮我一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接收到这个小花之后，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所以，今天我在这儿恳求各位，我们一块儿帮帮这些小花小虎们，让他们能好好的活着。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破旧的以前，走不出的欲望，停在荒草满天。那时家里面，妈妈总在延绵，窗外酒气弥漫。你想你打算
斑斓，长出翅膀飞远。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每一步每一弯，踩中了梦魇。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